我要不要终止这段恋情？我想和他分手了。悠悠来啦！还有爸爸和妈妈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微微，又见面了。今天微微想聊的话题还是有关于爱情。还没有订阅微微频道的朋友，要赶快订阅起来呀，按起你们的小铃铛。之前的2部影片呀，微微有诉说我对我先生的初印象，还有我先生在追求我的时候采取了哪些阴险的手段。那么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，他正式向我表白了。在大家以往的恋情当中呢，一般从有好感到在一起需要多久的时间呢？从我先生对我展开追求到我们正式在一起，中间时间仅仅花费了1个月。不妨和微微说一下，你历往的恋情最快在一起的时间花费了多久？有看过微微前2部影片的朋友应该知道，我们相识的时间是在冬季，在那一年的12月份，1整个月，我先生带我进行了各种的约会，约我吃饭、看电影、唱 KTV， 还有就是约我一起参加朋友之间的派对，还蛮精彩的。12月末的时候，向我邀请了和我一起跨年，但是我当时有一点小犹豫，就是因为跨年0点，我们要在哪里跨年哦？他要对我做什么？这个男人也太急了吧！想到了很多少儿不宜的画面，还是忍不住的问了一下我先生，这个跨年的行程安排是怎样啊？他说有一个成都的酒店啊，大堂里面有很多外国人，那个酒吧在跨年的时候应该会很热闹。听着好像原来这么简单，好像有点小失望哈。12月31号当天晚上呢，我先生带我去他家不可描述的画面。他说他要自己动手为我做一道跨年的晚餐，还是蛮不错哦。他说他要煎牛排给我，这块牛排是我吃过所有牛排当中最老的一块，就像他的人一样。我这样说会不会又有网友吐槽我？你对你先生那么不尊重哦？该不会有修书寄过来吧 ？Later。而且更糗的是，他既然请我吃牛排，可是他们家竟然没有刀叉，记得很清楚。放到盘子里之后跟我说，抱歉，我们家没有刀叉，不然我用剪刀帮你剪开吧。所以2012年的那个跨年晚餐啊，本来是想很浪漫，却又没有浪漫起来的极其尴尬的晚餐。他还是算有诚意啦。之后呢，我先生就带我去了他预约的那家酒店，因为晚上那个牛排没有办法吃下去，所以趁机又多点了几道甜品，补一补我胃的空虚。可能那一次的跨年是我人生目前为止唯一一次有仪式感的跨年吧，就是我和很多外国人一起倒数那个数字，然后迎接0点的到来。就在0点的那一刻，我先生亲了我的脸颊，我记得好像就是这边，就是这里，我就傻了一下。当时我内心闪过的想法是，如果我现在答应他的话，会不会显得我太随便？还是要反亲他一口呢？脑袋里面还是有应对的一些方案。可是呢，我采取了最后一种，就是他到现在都在笑话我的那一句话。我觉得有点太快了，我觉得我们好像不太合适直到我成为他的老婆了，成为孩儿他娘了，他还在因为这句话笑话我。为什么？他是不是内心很庆幸不合适还成为了我的老婆？我当时那句话显得我比较矜持而已。可能这也是一个知识点吧。我们女生总是喜欢口是心非。举几个例子如果你问你的女朋友 ，baby 怎么了？你的女朋友说没事啦，那一定就说有事有事，我很有事，快来哄我，快来问我。如果你们出现了情感的危机，女孩子不说话，那么男孩子一定要上前去一直跟她讲话，因为女生就在等待你跟她讲话而已。我只是在等你，快来找我，快来撩我。那如果你的女朋友说你走吧，我不爱你了，那她的内心一定说你不要走，我好爱你，我不能没有你。女生就是这样一个奇葩的生物，还好我先生当时抓住了我这个点，不然的话，如果他当时没有争取，我的先生会不会现在就是那所谓的又高又帅又富有呢？
说到底，微微还是挺想跟他展开一段恋情的，所以我在心里早就做好准备了。我和我先生恋情之前，微微还是有过几段恋情的。我有在前2部的影片下面看到有人评论对我从前的一些猜测，有一些留言有2大类，一类就是说这个女孩太年轻了，被台湾的这个男子诈骗了，还有一类。我怎么竖起了中指 ？Sorry。还有一类就是说，这个女孩子之前一定经历过一些，虽然说物质上很充裕，可是不太适合我。所以这一类的朋友，你们猜对了哦。其实前几类的男朋友呢，是属于事业比较成功的 CEO 和集团董事长这样的层面，其实年龄也是偏大一点点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另外一个话题吧？难道我是一个拜金女吗？好吧，现在给大家留一些疑问。我当时想和我先生展开一段恋情的原因，是因为他是一个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男人，是一个宝藏男孩，我就是被他的这个涵养折服的。还有就是他的真诚。不管怎么说啦，我们终究还是展开了一段恋情。而这段恋情的展开，确实是改变了微微的一生。所谓的一生，他不只是作为了我的丈夫，不只是当了我孩子的父亲。天哪，怎么会触及到泪点？都是因为他让我有了一个全新的自己。让微微只要想起来，微微就会有点激动。即使再过半个月，我和我先生就要度过我们的8周年了。慢慢跟大家细细说，因为故事还长着。2013年的1月1号0点，我正式成为了他的女朋友。虽然嘴上说我觉得我们不合适，可是手还是默默地牵过去了。我先生对我的表白时刻没有那么的轰轰烈烈，它只是属于我们2个人的小回忆，分享给大家。或许大家听着觉得很平凡，只有2个人才能体会到内心的那种冲撞和悸动吧。可以下方和微微留言分享一下，你记忆当中那个难忘的表白是怎样的一个场景，它是怎样动容你的，你们发生了一些什么妙不可言的事情呢？今天微微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一下哦，按起你的小铃铛，拜拜。我要不要终止这段恋情？我想和他分手了。我是悠悠，大家喜欢我的话，记得订阅和分享哦。